我是全宗唯一有望成仙的午休天才，如今却跪在执法堂前，腰间的赤霄剑双手奉上，求着师尊废我修为，把我逐出宗门。里里外外围观的弟子都震惊了，一众长老也懵了。原来前世我与天命之子斗了数千年，却没死在这个大魔头手中，反而死在了自己最在意的师尊剑下。至此我才明白天命不可违，和天命之子作对，就是和全世界作对。这一世我只想做个凡人，静静看着天命之子祭炼全宗。此时的我被天命之子设局诬陷，正一个人跪在执法堂前。不过我也不打算争辩那些对错。执法堂里里外外围满了弟子，他们都用一种惋惜的目光看向我。想不到万人敬仰的大师兄居然会残害同门。此时上方的白发道人开口道：江彻，你可知错？师兄你就认错吧，虽然你这次犯的错足以被逐出宗门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认错，师尊一定会原谅你的。说话的此人正是我的师妹，也是我犯下所有错误的目击证人。两旁的师弟们也是纷纷劝说着，想让我好好认罪。听着周围嘈杂的声音，我微微回神，抬眸疑惑地扫视着周围。不过这一眼却让在场众人汗毛站立，这个眼神还是他们敬仰的大师兄吗？好恐怖！我整理好脑子里的记忆，心中苦笑，没想到自己居然回到了这一天。我虽然知道这些罪行完全是子虚乌有，但还是缓缓起身站了起来。我认错。重活一世，我已经不想再争那些对错了。前世我拼死不认，到头来还是受到了重罚。苍鹤听到我认错，松了口气，饶是他化虚境巅峰的修为，还是因为我的这一眼头皮发麻。好，既然你认错，念你过往功劳，此次也并非有意为之，便罚你去无间峡谷面壁7日。听到这个处罚，我愣了一下。上一世我的处罚可是紫霄神雷冠羽，不仅让我休养了数年之久，修为也倒退了一大截。但这无间峡谷虽说罡风环绕，雷霆交加，可对我目前的修为而言，就是可有可无。见到就这么点处罚，少女兴奋推开面前的执法堂弟子，一把抱住了我的手臂。师兄，太好了！感受到手臂上传来的温热，我转过头看去，随即猛然抽出了手臂，将眼前的少女甩到一旁。若思薇倒在地上，她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一时间忘了起身。从小到大，我无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她，哪怕是被师尊处罚，我没有在意若思薇，更没注意到她红了的眼眶。不过就算注意到了，我也不会有任何触动，毕竟我的心已经被伤透。桑鹤长老，我残害同门，按照门规，理当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你这般袒护我，将门规置于何地？我语气平淡，可这番话在众人耳中却是平地惊雷。若思薇瞳孔震惊，师兄这是什么意思？处罚轻了还不好？不过还未等他想明白，便见我单膝下跪，把腰间的赤霄剑双手奉上。弟子已厌倦修仙界的打打杀杀，此次是本弟子之错，还请长老废去弟子修为。苍鹤从震惊中回过神，他猛地拍向桌案：胡闹！江彻，宗门念你天资不凡，且不是有意为之。全宗上下也都了解你的品行，所以此刻才会故意偏袒你。可你现在却在做什么？是啊，师兄，快和苍鹤长老认错，别无理取闹了。我挪了几步隔开若思薇，眼神瞥向了人群中站着的少年林雨，这方世界的气运之子。这一世你所为皆与我无关。我说道：弟子并非无理取闹，我现在只想当个凡人。前世我为了师尊，为了师姐，为了宗门，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围攻，最终惨死。我已体验过当强者的感觉，这一世我只想平平淡淡的过一生。听到我要当凡人，所有弟子都不敢置信。师兄可是宗门内最有机会成仙的弟子，怎么会愿意当凡人？不会是真的冤枉师兄了吧？肯定冤枉了。师兄什么人，咱们还不了解吗？我早就说过，师兄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听到众人的议论，林雨心头一颤，他没想到江彻在门内的威望居然这么高。苍鹤本就觉得证据有假，此刻也是不再怀疑。师侄，你别再提起退宗之事了，否则清月长老会对你失望的。我一定会找出证据还你清白。清月长老是从小将我养大的师尊，无论我修为如何强大，都在他面前很乖顺，从未敢出言顶撞。师尊吗？我想起他那失望的眼神，心中没有刺痛，因为我早已经麻木了。师尊那边我会亲自和他说，还请苍鹤长老将我退宗的消息上报，一切后果我尽数承担。说罢，我将赤霄剑扔在地上，朝着无间峡谷的方向走去。走出执法堂时，众弟子纷纷退让，不过天命之子林雨却没有避开。大师兄，你这会让师尊陷入两难之地。我摇了摇头，你不必称呼我为大师兄。说罢便径直离开。前世我和林雨争斗了数千年，究竟谁是魔头，那些事情到底是谁做的，两人心中都很清楚。可世人唯独不相信我，那我便要看看这一世林雨屠城炼丹，挑动两族大战，以血炼魂，以天下修士为熔炉助他飞升。这一件事还会有谁来阻止？当日紫霄峰上，宗门高层会议，玄虚长老暴怒无比。清月，你看看你教的徒弟，废除修为，退出宗门，这是他能说出的话吗？他江彻作为宗门新一代的标杆，出了这等事，无异于宗门卸磨杀驴，不分黑白。弟子们会如何看待宗门？此事一旦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坐席上的清冷绝色女子面色不变，但眼底却有些迷茫。真的误会小彻了吗？我会调查清楚，给他一个清白的。玄虚嘲讽道：这是调查的事情吗？若不是你亲手将他送去执法堂，
若不是他对你这个敬爱的师尊失望，他怎会说出这种话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不清楚？清月沉默了。是啊，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可当时证据确凿，还有他师妹思维作证。最后紫阳长老开口缓和气氛，务必要调查清楚，恢复江彻名誉。这事儿要是传到那几个老家伙耳中，不知道要被嘲笑多久。无间峡谷内，我内侍石海蹙眉不已。所以是你将我送到了现在。系统小精灵点了点头。上一世，你孤身一人对抗气运之子，能坚持数千年。这次只要你剥夺他的气运，一定能扭转乾坤，阻止天地大劫。天地大劫？我笑了，随即脸色阴沉下来。滚开！所谓天地大劫，不就是林雨为了飞升祭炼天地吗？上一世我想阻止，可师尊师姐这些我曾最爱的那一群人，却齐齐对我出手。系统被我吓住了，他知道我巅峰时期连天道都不惧，何况此刻他这个一缕天道的化身。但想到自己1000年后也会随天地一同被炼化，系统还想抢救一下。你难道不想想你的师尊师姐吗？他们最后可也是惨死，你难道想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？你既是天道，就应该知道他们对我做过什么吧？你觉得我重活一世，他们配让我出手吗？此时的无间峡谷外，若思薇正抱着赤霄剑红了眼眶，想到执法堂内江彻当着所有人面厌恶地看着自己，他就感觉被无数根针扎入心脏。明明前几天还疼爱自己的师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就因为自己向师尊作证？可自己明明亲眼看到师兄将那些弟子扔进了妖族之口啊！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？这时执法堂弟子从不远处走来，直直来到若思薇面前。若师妹，我们来找你问些事情，还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这些弟子话语很友好，不过眼神中却带着痛快。以往若思薇犯过不少需要重罚的错事，却都被江彻掩护过去。执法堂弟子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今天终于能光明正大的把他请去执法堂了。周围的弟子都很惊讶，怎么回事？执法堂弟子怎么会来抓若师妹？也不怕江师兄找麻烦？切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？若思薇做伪证，师兄就是被他害的，来无间峡谷受罚。一时间，众弟子看向若思薇的眼神皆是唾弃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江师兄如此宠溺他，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听着这些声音，若思薇脸色刷的一下有些苍白。此刻她的内心很复杂，既期望能够还师兄清白，免受不白之冤，心底却又希望没有什么新的发现，这样自己不过是捍卫宗门门规，自己还是那个师兄最疼爱的师妹。片刻后来到执法堂，周围数位长老皆是神色肃穆，而执法堂中心一面巨大的法器浮空而立，竟是天机镜，勘探未来留住过去，唯有宗门无上强者渡劫才会借助此等宝物。若思薇神色呆滞，万万没想到苍鹤长老会请来天机镜。苍鹤此时只想找出证据，完全没在意若思薇脸上的不安。若师侄，你且上前一步，站到天机镜下。若思薇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神色间充满了愤怒。你们也在怀疑我做伪证？你修为尚浅，我觉得你很可能中了敌人的幻术。若思薇一怔，幻术？自己中了幻术？他虽然此刻内心复杂，但还是走到了天机镜下。很快大家通过此镜看到了那次外出任务，激战时暗处躲着一只曼陀罗蛇，自带天赋就是幻术。而江彻非但没有残害庭门，反而还带着重伤救下数名弟子。投影完后，众人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直到苍鹤沉重开口：证据找到了，如今我们也该还江师侄清白了吧？面对道宫境大妖，誓死不退，只为守护同门弟子，有此弟子，宗门大幸啊！玄虚长老也感慨了起来。既然如此，你快将内容公示，江小子可是宗门的未来。说着，众长老陆续起身离开，独留若思薇一个人红着眼眶瘫软在地上。很快，宗门所有弟子都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，无一不对江彻心生钦佩之情，同时也对那些被救的弟子感到恶心，喊着要让他们跪在江彻面前赎罪。人群中，林雨看着刘颖时的画面也有些震惊，不就是死了几个灵海境的弟子而已，居然动用了天机镜，看来现在我也只能先把妖身隐藏了。而另一边，此时的我正在犹豫退宗之后去哪里好。北幽之境太过遥远，修为废了之后走10年都未必能到。西方一群秃驴看了就烦，整天就知道慈悲慈悲，或许大周是个不错的选择。300年来都没有大灾大难，不过此时系统却很头疼，他让我重生回来是削弱天命之子气运的，现在这算怎么回事？不过下一秒系统顿住了，看着四周不断闪烁的字体，手舞足蹈。什么情况？天命之子气运怎么削弱了？我们什么都还没做啊！系统这边正笑得开心，我却有些不爽，看着眼前请我出去的弟子道：所以你们是找到证据了？执法堂弟子恭敬道：堂主不久前请出天机镜，已经看到了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。天机镜？我没想到这次他们为了追求真相会请出天机镜。我还要在此地修炼，你们先走吧。可堂主还有诸位长老都在紫霄峰等着。没等执法堂弟子说完，我便摆了摆手打断，跟他们说，过去便过去了。我现在只想要专心修炼。这些长老无非是道个歉，然后让自己说几句宗门的好话。毕竟我在众弟子心中的地位可不一般，不过这地位也仅仅如此了。上一世可没人为我翻案，自紫霄神罚之后，我便逐渐跌落神坛，就连残害同门这种子虚乌有的事，也渐渐被众弟子默认。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都带着厌恶。执法堂弟子面色难看。师兄，
若是您不去，我们不好交差啊。上头可是下了死命令。滚！还想像上一世一样道德绑架，痴人做梦。我只想自己活得舒心。执法堂弟子被我这一声冷喝镇住，当即便转身离去，不敢多语。而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让自己退宗，既然如此，只能偷偷溜走了。紫霄峰上大殿气氛有些冰冷，苍鹤叹了口气，缓缓起身。哎，我去把江彻这小子拎过来，都已经恢复了他的名誉，他还想怎样？闻言，子阳却看向了清月。我们已经拿出天机镜，你觉得他是因为执法堂的所作所为才不愿意来吗？众人一阵齐刷刷地看向了清月。是啊，从小敬爱的师尊不信任自己，这对江彻的打击该有多大？甚至还有自己的师妹在旁佐证，两个至亲之人差点毁了他。换作是谁都会心灰意冷的。此刻的清月也知道是自己调查不清，想到小彻过往种种，心中顿时懊悔不已。这件事情他要给小彻一个解释。这么想着，清月起身告退，离开紫霄峰。紫霄宗100里开外，正在赶路的我忽然停了下来，原本悠然的神情也变得有些沉默。有一道熟悉的身影落在了我的面前，宛若月光般孤傲清冷，正是我的师尊清月。我没有说话，直接绕过了那道身影。清月看到我无视他时，还是忍不住出声：“小彻。”我顿住了脚步，低声道：“师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尊，从此以后你我相见不识。我的修为你可以随时取走，不过我这条命你得让大师姐来取。”清月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：“证据是思薇给我的，况且你现在不是已经洗刷冤屈了吗？就这么一件事，你居然要和我断绝师徒关系？”以前的小彻不是这样的。我微微抬眸：“是啊，以前的江彻就像你的一条狗，对你所有的话都言听计从，既不会像师妹那般扑在你怀里撒娇，也不会像大师姐整日围在你身边请教。所以这些年我的所作所为你全都没看见吗？问也不问就尽数相信师妹。”听到我的这番话，清月只感觉心像被针扎了一般。“不是的，残害同门是大罪，而且证据确凿。若不是我亲自交由执法堂，以你先前抵死不认的样子，宗门只会对你加重处罚。”我笑了：“证据是小师弟和师妹的口供吧？这就是你说的证据确凿？况且受伤的弟子全是被妖兽撕咬，我的剑法尽数都是你教的，你但凡抬眼去看，怎会认不出来？”清月沉默了。小彻对思薇比谁都好，思薇也是整日黏着小彻，他以为其中不会有假，只想着快点解决这件事。我嗤笑一声：“哼，宗门令牌我扔了，劳烦以后别来烦我，此生让我做个凡人。”说罢便朝着大洲走去。清月看着我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心中升起一抹惶恐，像是就要丢失某种重要的东西了。似乎若是真的放我离开，这份师徒情谊将会彻底消失殆尽。这次是我调查不周，但你还是我的徒弟，你要离开，我不同意。下一秒我便感觉浑身僵硬，动弹不得。你想要干嘛？带你回宗门。清月凌空而立，淡淡开口，随即引着我直直朝着宗门飞去。宗门内若思薇和林雨焦急的来回踱步。放心吧，师兄一直都很疼你，这次咱们是中了幻术，不怪你。林雨安慰着师妹。若思薇听完后心情平缓了许多。没错，师兄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只要自己撒娇，师兄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对待我的。没多久，天空出现了2道光点，直直朝着白云峰而来。看清来人后，若思薇欣喜若狂地走上前，我稳住脚步，全当没看见他，只是转头看向清月。我可以回去了吧？清月挥手解开我身上的禁制。他们在这里等了你一晚上，肯定是要道歉的。师兄妹间有什么误会，说清楚就好了。见到禁制被解开，我懒得停留，更不愿听他们废话。不过没走几步就被师妹拦了下来，她手中拿出一把黑红交织的灵剑。师兄，这是你的赤霄剑。赤霄剑是我第一把也是唯一佩剑，是师尊在我年幼时赠予的，我一直都是细心呵护。当时我丢下它也是冲动之举。我望着这柄剑有些失神。赤霄剑前世便一直跟随我，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，可赤霄剑就像是我最信任的兄弟，永远陪伴着我。不过赤霄剑最终还是被斩断了，被最敬爱的师尊亲手斩断。想起过往，我浑身散发出一股戾气，不过很快又归于平静。扔了吧，我此后不再练剑。说罢便直接转身离开。我一个人来到了白云峰后山摆烂，不修炼，不历练，就连最简单的吐纳都不愿意做。师尊看着封闭60的我摇了摇头。小彻，此次无涯书院开启，我命你携宗门弟子前去扬我宗门神威。不去啊！我连看都没看师尊，起身就朝着不远处深潭走去。若思薇万万没想到，现在的我居然连师尊的面子都不给。师兄，你现在只是道心受损，这般不敬重师尊，待你清醒后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便被清月打断。若是你此次能够带回一篇大儒经文，你退宗的要求，我便同意了。清月知道，想要让我前去大洲，就必须要付出些代价。此话一出，若思薇震惊瞪大眼。成交！我迅速冲上前答应。清月见我答应下来，内心很是高兴。只要经过大儒经文洗涤，小彻应该就不会说出这种无理的请求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尽快准备准备，明日便出发大洲。我点了点头，随后拿出了一块流影石。好，不过我需要您重新说一下刚才的话。清月看着我手中的流影石，微微一怔，旋即有些刺痛的看向我。你就一定要离开宗门？从小到大，我一向待你不薄。是，我承认前些日子误会了你，
但事情已真相大白，你还要我如何去做？我摇了摇头，对于前些时日的事情，我从未放在心上，但人各有志，莫要强求。清月愣住了，脑中闪过曾经的一幅幅画面，一个小男孩站在阳光下，挥舞着手中的木剑，坚定朝着自己开口：师尊，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长大以后保护你，保护大师姐。他们都说我天赋很高，要志存高远，可保护师尊就是我的志向啊。一直以来，小彻似乎都是这么做的，可现在却说什么人各有志，不得强求。清月只感觉心很疼很疼。次日一早，紫霄峰上聚满了前往大洲的弟子。刚刚到来的吴尘看见若思薇一愣：“若师妹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老姜呢？”宗门鼓励竞争，所以也有不少人向江彻挑战。虽说挑战者进阶败北，但江彻还算为人谦和，就算胜了也从不狂傲，因此很多弟子都很乐意向江彻挑战。而吴尘便是狂热挑战者之一，每月都未曾缺席。只不过这2个月江彻都没有露面。若思薇闻言有些手足无措：“师兄还有一会儿就来了。”吴尘知道他这2个月不受江彻待见，便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老姜待你如亲妹妹，多哄哄她就没事了，别太傲娇，要不然等哪天有你后悔的。”若思薇苦笑不已，他已经哄了2个月了，可师兄对他的态度丝毫没有软下来。江师兄来了。倏然一位弟子惊喜的开口，我嘴里叼着根杂草，神色慵懒，此刻毫无半分仙家弟子的感觉。吴尘上前拍着我的肩膀笑道：“你可算来了。”我很是诧异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前世这家伙另有任务可没去啊？还不是你一直待在白云峰，不能找你打架。听说这次历练你也要参加，我就来了呗。怎么样，身体好点了吗？”我露出真挚的笑容：“就那点罡风，给我挠痒痒还差不多，受伤是不存在的。”吴尘在前世是我的好友，虽然后来2人还是因为那些丑闻逐渐远离，但就算自己成了世人唾弃的畜生，吴尘也从未对自己出手。那就好，等这次任务结束，我和你再战一番。不过要我说，你以后别那么大意，等出事了未必会有人帮你。这次事情你看看，除了我，还有谁替你伸冤的？不对，古悠悠那个暴脾气好像也替你打抱不平了。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不过我有些惊讶，真是奇怪了，古悠悠那个小辣椒居然替我说话了。此刻没人搭理的若思薇只感觉骚得慌，似乎周围弟子都鄙夷地看着他。他何时受过这等屈辱？只能转移话题道：“吴师兄，咱们快些走吧，只有半月时间，儒道书院就要开启了。”吴尘瞥了眼我们，笑道：“那好，咱们启程吧。”说罢，他便率先踏上了飞剑，其他弟子见状也纷纷跟上。而我将赤霄剑扔了之后，便没了灵剑，扫视一圈后，将目光定格在了不远处的树上，随后微微挥手，2片树叶便出现在眼前。我轻轻一跃，便跳了上去，眨眼的功夫就飞到了数里开外。这一幕瞬间让众人惊掉了下巴，这对灵力的掌控未免也太强了吧！仅凭树叶就能飞行？等等我啊！吴尘赶忙御剑跟上，被彻底忽视的若思薇泪珠从眼角滑落。以前他可是众星捧月的存在，只要师兄在，所有弟子都会围着他转。此刻他坚定了内心想法，一定要弄到大儒经文，这样一切都会恢复原状了。大洲境内，我走在街道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轻然一笑。如今的大洲四分五裂，国主更是沉迷后宫不理朝政，但他生了个好女儿。大洲在他和天命之子林雨的治理下，成了万年来最强的国家。只是可惜国主走得太早，没有看到大洲所有子民成为血影的样子。老姜，你干嘛呢？吴尘见我表情有些异样，不禁问道：“就是有些惊讶，大洲内忧外患，这皇城依旧是歌舞升平。”吴尘无语，想这么多干嘛？王朝的事情哪用得着咱们操心啊？我带你去个地方吧，你这寡淡的性子要好好改改才对。我被拽着离开，虽说有些无奈，不过我也好奇要去什么地方。片刻后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莺莺燕燕。吴尘挑了挑眉：“怎么样，敢进去吗？”我轻笑一声：“切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”随即闲庭信步地走了进去，就像是常客一样，这让吴尘看得震惊不已。若是没重生前，以我的性子的确会羞愧难当。不过现在的我已是不同以往，但既然来了万花楼，那自然是要看一场好戏的。在找了个位置坐下后，我喊了几个小花魁试酒，随后才笑呵呵地看向吴尘：“你这家伙怎么和回到了家一样？”吴尘张大下巴，好久才憋出一句话。我轻轻抿了口酒：“修道亦修心，纵使环境万般变化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况且来这里算什么？就算是魔尊媚仙岩站在这里，我也不会有丝毫动摇。”媚仙岩那可是魔族万年天资最强的魔尊，听到我竟敢编排魔尊，吴尘吓了一跳：“你小子找死，别带上我！”魔尊可是连紫霄剑宗都不敢轻易得罪的存在，他可不敢继续在这个话题上讨论，连忙转头岔开了话题：“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吗？”我虽然明白这里即将会发生什么，不过还是装作不知情的摇头。这里即将举办一次儒道诗词大会，而文人写诗如出刀，我是想来为吴家看看，这里是否有值得招揽的弟子。我可不信，你不会是借着这个理由，伯母才同意你来这里的吧？吴尘讪笑了笑：“若不说这个理由，等回去之后肯定会挨母亲揍的。”我揶揄开口：“哼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还怕你妈？”而在我二人谈话之际，4楼雅间内，一个侍女正向床榻上妩媚动人的女子禀报：“修道亦修心。哼，真没想到紫霄剑宗的后辈中还有这等有趣之人。”
媚仙颜起身下床，露出洁白修长的玉腿，明明是很自然的走动，但却有种摄人心魄的美感。尊主，要不要奴婢去教训此人？在他的眼中，尊主就是至高无上、不可亵渎的存在。但是江彻一个小小的道宫修士，竟敢这般羞辱尊主。毕竟是紫霄剑宗的得意门生，怎么能去教训呢？妩媚的笑容再加上那心平气和的声音，侍女以为尊主打算就这样放过江彻，可媚仙颜接下来的话却是让她心头一颤。宰了喂狗吧。此时如到诗词大会上，我看着天命之子冷笑一声，这家伙果然还是来了。若非他有那所谓的华夏底蕴，又岂能在前世写出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这种志向高远的诗词？系统察觉到了我的心思，急忙开口：宿主，我这里有华夏诗词全集，只需要100点天命值。换了，我并不在意淋雨，而是想看看这所谓的华夏底蕴到底有多强。毕竟上一世他诗不过千遍，被誉为万古文圣，也很好奇，若是淋雨提前看到了这些诗词现实，他会有何想法？与此同时，淋雨眼神中的轻狂引起了一个女子的注意。公子看来对此次宴会信息十足呀。女子声音清冷带着柔和，让淋雨一时有些失神。公子可能不知，这次诗词宴会可是燕王举办，来者不乏诸多大学士，就连芝山书院也是来了很多文人。淋雨闻言心中冷笑，一群垃圾也配和华夏千年底蕴相提并论，同时言语中也毫不谦虚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女子闻言心头一颤，她知道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。她叫顾惜，是大周一人之下的6公主，可自从父皇痴迷长生之道后，她的地位一落千丈。曾经关系亲密的诸位哥哥，为了争夺皇位，竟然想要将她下嫁北齐，嫁给那个七老八十的皇帝。而她唯一能自救的办法，就是在无涯书院开启之日，获得一位儒道大能的认可。她在这里做了3个时辰，觉得刚刚出现的淋雨是最有希望的人。她的眼中有蔑视，有不将任何人放在眼中的轻狂。思绪拉回现在，不等顾惜开口，2楼便传来了一道清冷的声音：暗淡青黄体性柔，情书寄远之相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虽说文无第一，但这首词却让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。不对，这首词其中一句不正是先前这位公子所作吗？淋雨没有在意周围目光，他眼神冰冷地注视着2楼的位置。难道是穿越者？不知是哪位公子作词，不妨出来一见。2楼处，我和吴尘同样都震惊地看向小厮，当然我是装的。此刻的我正控制着小厮走上台前，在场众人皆是露出震惊之色。一个小厮体内没有半点才气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这等诗句？小厮不管众人态度，神态慵懒地看向淋雨。李清照诗人的词用在这烟花柳巷之地，难道公子不觉得羞愧吗？淋雨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不用说了，眼前之人就是穿越者。此刻淋雨心中燃起浓烈杀意，不过还是笑着回应：李清照为何人？为何我从未听闻？小厮淡然一笑：公子日后便知道了。我只告诉你，李清照先生、诗仙李太白、诗圣杜甫的诗词我都曾拜读。对了，他们的诗词已经开始印刷，不久后典籍将会传遍天下。在书籍印刷出来前，你可别冒充他们，横去4句也别随意抄袭哦。雨落消失在众人面前，淋雨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。华夏这么多诗词，他也只能记得些许，而这家伙却如此有把握。那除非和他一样拥有系统。淋雨最终没有参加这次诗词大会，而他灰溜溜的告别并未掀起多大风浪。我饶有趣味的看着下方沉默不语的顾惜，他现在已经笃定先前那首词是淋雨抄袭。若非如此，怎么会突然离开？他在恨自己不是男儿身，恨自己眼拙。想到无涯书院不足半月就要开启，自己还没有找到可结盟的道友，他又有些心急。此次宴会很快便结束，走出万花楼的吴尘多了几分醉意。老姜啊，这次可是让我喝了个够啊！唉，只可惜那花魁居然没出现。我可是听说那花魁自带体香，柔弱无骨，若是能够什么？我古怪地看着走近的妇人，又看了眼微醺的吴尘，不由得暗笑这小子要倒霉了。吴尘正欲回答，耳朵便被揪住。你个混小子，居然还敢带着江小友来这等地方！老娘今天非让你后悔回大周！我跟在后面乐得合不拢嘴。伯母，使劲揍他！我都说不来，他非要拉着我去，说什么带我见世面。吴夫人更气了，江彻是谁？那可是紫霄剑宗年轻一代的标杆，自家儿子怎么好意思把他给带歪的？不远处的若思薇是跟着伯母一起来的，而我却像没看见一样，直接无视了他。此刻，若思薇只感觉密密麻麻的针刺向胸口，疼得不能呼吸。她强压下心中的酸涩，小心翼翼地抓住我的衣角。师兄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师兄以前别说这等烟花柳巷之地，就算是城镇也很少来。回忆里那少年宠溺一笑。下山做什么？我要好好修炼，保护你这个小傻瓜。点点思绪在心底掀起涟漪。若思薇不明白，师兄不过是道心受损，为何变化会这么大？我淡淡开口：我去哪？和你有关系吗？他们是谁？万花楼前的文人见我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不由得好奇起来。他你都不知道？那可是紫霄剑宗的江彻，剑道一途的绝世天才。一旁的顾惜疑惑道：江彻怎么会在这？听闻江彻对剑道有所感悟，闭关有段时间了。屁的闭关！虽然江彻被诬陷一事紫霄剑宗要求保密，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随着一些知道内幕的修士讲述，众人便明白了我为什么没给那女修好脸色。可不是已经沉冤昭雪了吗？那毕竟是他师妹呀。
又不能全怪那个小姑娘。江彻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吧？哈哈，你清高，自幼宠溺的师妹，会不知道师兄的性格？看着站在原地的若思薇，又看了眼离去的江彻，不惜知道该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了。而我在和吴晨分别后，径直朝着城外走去。南青青怀疑自己被发现了，而这家伙是想找个地方解决他。不过想到尊主的命令，他眼神随即变得凛冽起来。不管有没有发现，侮辱尊主者必须死。走出皇城后，我立刻御剑朝着人迹罕至的山林而去。我没有把握能胜过跟踪的人，必须要找个气息紊乱的地方，只有这样自己才有一线生机。这小子将我引出城，果然是打算解决我吗？还真是狂妄。南青青随即冷笑跟了上来。很快我便到了目的地，我将目光下沉，看向了脚下密密麻麻的枯骨。即使现在是大白天，还是感觉到了一丝丝凉意。宿主，难不成你打算重修魔道？我忽视了系统的废话，踏步走到枯骨中心，盘膝而坐。长袍沾染的糜烂丝毫没有影响到我。万物有始，以有形窥无形之门。天地不仁，善恶不定。随着我功法运转，风起云动，原本凝聚在尸骨之上经久不散的怨气灵力，此刻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。当南青青赶到时，看到眼前一幕，略微有些惊讶。这剑宗弟子竟然不知何时修了魔道，你可别冤枉好人，这可不是魔，而是鬼。我浑身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息，似魔似仙，让人恐惧忍不住膜拜。南青青可不在意这力量是什么，不管你是谁，侮辱尊主者，死！他抽出血红色长鞭冲着我挥来，见此我并没有反击，反而后退半步打了个响指，一具枯骨凭空出现，其身散发出无比诡异的气息。呵呵，南姑娘，这破网中期的小东西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虽说脸色苍白，但嘴角处却带着几分戏谑。本来还以为是什么敌人，居然是这小妮子。南青青脸色有些不好看，她如今也才破网初期而已，想要短时间解决眼前的魔物，那根本不可能。你别跑，等我杀了这魔物，就要你狗命！我没有理会，轻笑着转身离开。既然这小妮子在这里，那媚仙颜绝对也在附近。虽然不知道现在的她什么实力，但最起码也是生死境。若她来了，自己想走都走不了。当南青青解决完这诡异枯骨后，她看了眼江彻离开的方向，只能愤恨地跺跺脚。这哪像传闻中那般正人君子，不仅修魔，甚至还怕死。而另一边，我不知跑了多远，这才堪堪停下脚步。没想到媚仙颜居然也在皇城，现在这么一弄，我还怎么赶回去啊？虽说对提升实力已经没什么兴趣了，但重来一次，我还想要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，可不能就这么没了。系统似是知道了我内心所想，你可是鬼祖，那媚仙颜如今也就生死境而已，修炼个几年，对付他不过轻而易举。说白了，系统就是想要让我重新修炼，阻止灵雨。闭嘴，老子现在要将体内的怨气给清理一下。毕竟刚刚凝聚了不少怨气，若是就这么回去，肯定会被不长眼的将我当做恶人。可没想到这一清理就是4天，在此期间，整个皇城被燕王、紫霄剑宗还有吴尘吴家的势力联合封锁，整个城池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。此时吴家后院吴尘急得来回踱步。4天前万花楼一别后，江彻就在无踪迹，而且在南城百里外也出现了战斗痕迹。也不知道若师妹是怎么了，江师兄失踪，他居然一点也不着急，还逛夜市赏花灯，那可是他亲师兄啊！众人莫不敢言。若思薇一是清月长老的徒弟，二是江彻师兄最喜欢的弟子。虽说现在师兄可能有些厌恶，但按照以往情况来看，原谅是早晚的事。这时院外出现了几道身影，吴尘连头都没有抬就知道是谁。怎么，居然有闲情逸致来这里？刚开始他对若思薇还是不错的，毕竟那次的诬陷在他看来的确是意外，但现在人品属实，不敢恭维。吴师兄，要我说，你联系宗门就有点多余了。如今才4天而已，师兄实力又那么强，不会有事的。林雨似是没察觉吴尘语气中的不善，身后的若思薇也是笑嘻嘻的附和。这里可是大周皇城，有龙气庇佑，不可能有妖物作祟的。而且师兄人缘极好，其他宗门的弟子更不可能对他出手。吴师兄，真是你紧张了？你们快来看看，我给你们带了不少礼物呢。一些人尬笑着接受，心中却对江师兄的付出感到不值得。江师兄照顾了他10几年，无论怎样都宠着他，可现在江师兄失踪，他却玩得这么开心。就在众人准备翻脸的时候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门口，看到来人吴尘等人瞬间惊喜，抛下礼物就朝着门口跑去。我就说嘛，师兄肯定没事的，你们看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师兄，这2天皇城可好玩了，我还给你精心准备了礼物呢。若思薇巴巴地说个不停，说着还跑到了我的身边。我可不想继续听下去，而是转头看向吴尘。最近别让伯母出门了，有几个魔族混进了皇城，应该也是为了无涯书院。吴尘皱了皱眉头，居然有魔族混进来，那你这些天没事吗？我表情严肃地朝着院内走去。破忘期魔族，若不是我运气好，你还真见不到我了。这句话似是解释，又似是嘲讽。若思薇顿时呆在了原地。师兄，你真的遇到危险了吗？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心中思考起来，该提醒的我已经提醒了，算是仁至义尽。我想脱离宗门，或许现在正是个大好机会，没必要真拿到什么大儒经文，我现在就能走。我在离开的时候，悄悄地散去了一身修为，又改变了自己的气息和容貌。现在只要自己不主动暴露，就没人知道我曾是紫霄剑宗唯一有望成仙的午休天才。然而没走出去多远，却看见道路尽头站着一个面若凝雪的少女。公子，
快救救我！我呆愣在原地，这怎么还能遇见熟人啊？不久前他还指着我的鼻子，大喊要取我狗命。没错，这人正是魔尊的徒弟南青青。不得不说他的演技还真是不错。如若我不知道他是破望中期的修为，还真可能被忽悠着来一场英雄救美。在他身边的土匪见我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青年，顿时哈哈大笑。小娘子，你这求他还不如求我呢。南青青眼中的杀意一闪而过，继而是绝望无助地看向我。土匪见这少女还在企图求救，扭头冷眼看向我。臭小子，赶快给老子滚，否则别怪我刀下不留情。他看我皮肤细嫩，极有可能是从不远处皇城离开的读书人，而在大周劫杀富商女眷，最多只会被围剿。但若是书院的人，哪怕只是受伤，别说山寨了，九族都要被杀。虽然他不知道面前突然出现的少年身份如何，但还是小心为上。我看着他谄媚一笑，好嘞，我这就滚。随即直接狂奔。一溜烟的功夫，南青青连我的背影都看不到了。土匪鄙夷地看了眼我离开的方向，又转过头看向了被拦住的两位少女。小娘子，看来你求助的这人，他似乎不行啊。可他话才刚说完，脖子上便传来一阵凉意，随即视线开始模糊，天旋地转。南青青拍了拍手，平静地走向另一旁。尊主，那少年跑了，追上他，带回来。媚仙颜看着江彻离开的方向，饶有兴趣。虽说方才的少年实力不怎样，但内心清明，经脉贯通，这简直是修炼的好苗子，稍加培养，生死境不在话下。而且将他带回去，或许能让平静许久的魔族掀起些波澜。就在他思绪闪烁之间，我被南青青像拎小鸡一样的带了回来。我没想到媚仙颜为何会找我，但在他面前，我想要凭借目前的修为逃脱根本没可能。系统，来张千里遁空符。千里遁空符需要50点天命值，抱歉了，宿主，你的天命值不足。系统空间内小天道乐得龇牙咧嘴，他本就不想让江彻回归凡人，既然劝不住，那还不如让江彻跟着媚仙颜。妖族和魔族向来不对付，而后面淋雨成功的祭炼天地，以世间万物生灵助他成仙，很大一部分便是因为他的妖身。而江彻只要跟着媚仙颜，将来肯定能和这个天命至死对上。南青青见我一直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指尖微动，一道灵力打在了我膝盖处，我吃痛不已，虽没跪下，但还是不情不愿地行了一礼。晚辈江彻拜见前辈，要不您还是放我离开吧，我就是个散修，从未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南青青对我的低头很满意，以为我畏惧尊主敬重尊主，可媚仙颜的话却是让他一愣。你不怕我，你的心很平静，并没有弱者见到强者的敬畏，而散修对强者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，不敢轻易得罪任何人。还有，虽说你修炼的功法很杂，但似乎是有意为之。那么这位公子，不知可否告诉奴家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雨落媚仙颜身子微微前倾，灼热的呼吸贴近，眼神中带着几分玩味。我的心止不住的跳动，眼神也开始迷离。我以前是道宫巅峰修士，为了争夺宝物，杀了大宗门弟子，怕被寻仇，所以这才改修了其他功法。见我一脸痴迷的将自己以前经历和盘托出，南青青崇拜的看向尊主，果然没有任何人能逃得过尊主的媚术。而当我反应过来后，顿时惊恐的瘫软在地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媚仙颜摆弄着垂下的青丝。既然你在躲避仇家，不如就跟着我吧，我还可以指导你修行。我知道自己逃不了，只能绝望的点了点头。随后三人看似无言的往附近的城池赶路，背地里二女却一直在传音。尊主，这次我们可是在人族领地，带着他恐怕容易暴露吧？无碍，即使暴露又如何？人族又有几人能杀我？就算能，代价也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。跟在后面的我眼神愉悦，还真是傻，千年后傻，千年前更傻。媚仙颜从未对自己的本命天赋产生过怀疑，也从未有人挣脱过他的幻术。前世就是这种自大的性格，导致将魔尊的位置让给了我。想到前世，我一时也有些感慨，上辈子与天命之子对抗千年，我以魔族为根基力战妖族人族，只是可惜灵羽谋划更深，以至于整个魔族都葬送在他的手中。就在二人交谈之际，一道白发胜雪的女子出现在面前。清月看着眼前画面，抿嘴不语。两人都称得上人间角色，实力也颇为不俗，难怪小彻会待在这两人身边。就是小彻一直躲闪不敢直视的眼神，让他内心一时间五味杂陈。你就这么害怕被我认出吗？不知道道友拦路所为何事？媚仙颜有些好奇清月找他的目的。清月抬眸看了看我，你这位小厮天赋不错，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指点。既然道友不在意，不妨送给我如何？此话一出，南青青愕然地看向我，尊主青睐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清月仙尊都想要收徒，这小子天赋真就那么好？我则是低着头，内心狐疑，师尊收徒从不看天赋，可为何现在一见到自己就想收为徒弟？尤其是自己还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，难不成我是漏了什么破绽？身旁的媚仙颜对上他的目光道：我虽说还未收他为徒，但君子不夺人所好，何况是这么好的苗子？清月仙尊未免有些过了吧？谈收徒之事未免尚早，你确定他会同意吗？清月对于江彻的品性十分了解，媚仙颜闻言笑着看向了我。你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，
被两人盯着，我心中暗自苦笑。这两人不管拜谁为师，自己日后都要走上老路，更何况我也并不愿拜任何人为师。我的沉默让媚仙颜笑容一凝。怎么，你不愿拜我为师？空气中弥漫的杀意让我瞬间回神。我虽不知前辈实力如何，但在我看来，绝对很强大。能拜入前辈门下，不知是多少年修来的福分。听到这个答案，媚仙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清月的脸色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。小家伙，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江彻竟然当着他的面拜别人为师，这不仅是不顾多年的师徒情面，更是在看他的笑话。我神色如常行了一礼。清月仙尊威名如雷贯耳，您能屈尊招揽我这种小人物，是我的荣幸。不过小子命薄，受不了您的福泽。清月闻言猛地震碎了四周的树木。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这么说，你是一定要拜他为师了？几百年了，他从未如此愤怒过。突如其来的怒火让我一愣，尤其是师尊刚刚的眼神，我感觉自己似乎都被看穿了。或许刚才的话让两位前辈误会了。诚然，和清月仙尊相比，我更愿意拜这位前辈为师。但是，这是在我没有师门的情况下。如今的我虽然离开了宗门，但还未与师尊解除师徒关系，因此并无拜师的打算。此话一出，清月的怒意不减反增。你还打算解除师徒关系？生死境的威压弥漫，丝丝鲜血从我的嘴角溢出，但我仍然直视神色复杂的清月。是。此刻我就算再傻，也明白师尊看出我的身份了。我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察觉的，但历历在目的前世告诉我，他的徒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。这简单的一个字，如同千斤重锤砸在了清月的胸口，让他感觉白云峰上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笑话。他很想说好，然后就这样与江彻解除师徒关系，从此相见不识。可想到江彻自幼就跟在他后面，可怜兮兮的想要学习法术，想到曾在桃花树下，这个小屁孩目光坚定地说出他的志向就是保护师尊。这个好字，他却是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很想知道小彻为什么想要离开宗门，离开白云峰，更甚至要和他断绝师徒关系。可千言万语，此刻他也只说得出3个字：为什么？我看着痛苦的师尊，不知从何说起，是前世一次次的失望，一次次的希望，直到死前的麻木绝望。可这些还没有发生，就算说出来，他会信吗？我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只是眼神坚定地看向师尊，而这坚决的目光让他不敢再追问原因，似乎一旦问出，师徒之间的情谊便会立刻断绝。身旁的魔尊一直静静的没有开口，直到清月离去，这才向我投来探究的眼神。你不打算说说自己的身份吗？初见时他本以为已经掌握了一切，但现在看来这小子的秘密还有很多。我哪有什么身份？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只是一个曾经奉献了所有，最终一无所获的失败者罢了。前辈，我先一步入城休息去了。南青青却是有些不明所以。尊主，他这是在发什么疯啊？不仅拒绝了您，甚至还和清月仙尊硬刚。媚仙颜笑了笑，这谁能知道？走吧，我这一趟要见的故人，如今也正在面前的这座城里。大周皇城，无尘无家，无尘慵懒地站在我的身边。恐怕这一趟历练，你是不打算回去了吧？他自认对江彻还算了解，江彻这段时间的表现，明显就是要与白云峰还有清月仙尊割裂开。我轻笑一声，求仙问道，占星当月，非我所愿。呵呵，无尘，当你见过顶峰之景，便知所谓修仙者不外如是。无尘一时有些失神，看着眼前之人近在咫尺，却又感觉隔了千万里。你真的要离开宗门吗？不求道，入人间。希望相见之日，你我都各得其所。随着话音落下，我的身影也淡出他的视线。而魔尊这一边，在城外遇见清月之后，我便已经打算和他们辞别了。虽说和媚仙颜一起会有诸多乐趣，但离开才是我最好的选择。我累了，不愿意干涉这所谓的天地大劫。不过你媚仙颜若是想，倒不妨一试。还没等我走出皇城，一个乞丐便拦在了我面前。虽说身上脏兮兮的，但我还是认出了他。老先生，您是在这里等我吗？乞丐默默从怀里掏出2枚铜板。小家伙，不介意老夫为你算上一卦吧？介意。老先生每卦都牵动天下大事，小子命薄，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不浪费了。这2枚铜板还等着买个热乎包子呢。不过老乞丐还是劝你一句，天命已乱，大事可动，有些恩怨躲是躲不了的。你是回来了，可其他人也未尝不能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抱拳行了一礼。不愧是传闻中的老先生，不过小子已摒弃所有，纵使他们回来又如何？前世因果自有他人解决。说完便踏步离开。老乞丐注视着我的背影，喃喃自语：你放不下的，他们也不会让你放下，因果尚在。走远后，我这才皱了皱眉。系统，天机老人的话你也听见了吧？要知道逆转时空就是当年的我也做不到，自己之所以能回来，还是因为系统的帮助。系统闻言有些心虚，我只是天道的一缕意识，任务只是将你带回这个时间点，并协助你阻止天地大劫。若是他们也能回来，
或许是当时出现了些意外，卷动了其他生灵的神魂。而他没敢告诉江彻的是，他正准备借助克扣的天命值来逐一觉醒相关之人的记忆。若是让江彻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，那很有可能会被当场拆掉。另一边的南青青看到没有半点修为的乞丐一愣，这就是尊主的故友吗？媚仙颜则是语气中带着几分恭敬。天机老人，如今我已是生死境巅峰，可否告知奴家当年的谜底？天机老人笑了笑，天机已乱，未来再度混沌。老夫当年所言，你便当听了个笑话吧。媚仙颜闻言脸色阴沉了下来，他被当日的话困扰了数百年，今日一句笑话就想要接过。老先生，麻烦您还是给个答案，否则我便要请您去魔族坐坐了。天机老人并不害怕，老夫本就时日无多，小友还是别浪费口舌了。当年那一卦他还没算彻底，便让他落得如此下场。如今苟延残喘，只是想看看未来究竟如何。媚仙颜咬紧牙关，好，那我就只问一个问题：当年你说我会追随一个男子，随他征战，告诉我这个人是谁，这总没问题了吧？要知道，若是他臣服，就意味着整个魔族也臣服了。天机老人躺了下来，待到梦醒时分，自然知晓他是何人。媚仙颜气得有些牙痒痒，知道他不愿意多言，只得挥袖离开。紫霄剑宗宗门广场，清月带着一众弟子返回宗门，却发现苍鹤长老早已等候多时。江彻人呢？他出去游历了，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。苍鹤失望地点了点头。前些天我抓了几条曼陀罗蛇，还想着等他回来一起炖汤呢。上次诬陷后，他就觉得对不起江彻，便亲自去了趟百断山，将道宫境巅峰以下的曼陀罗蛇全部斩杀。现在看来，还是先养一阵子吧，等宗门大比后再给江彻。跟在后面的林雨此刻死死地拽住衣袖，内心杀意疯狂涌动，因为被屠的曼陀罗蛇里有一只是他的妖身，而他一直以为是妖身误入强者里，不慎被战斗余威波及才导致丧命，没想到居然只是因为苍鹤想为江彻出气，哈哈，这可真是可笑。如今还要重修妖身，苍鹤你还真是该死啊！清月没有心情和众人闲聊，现在的江对他而言太陌生了，他隐隐觉得不是道心受损的问题，甚至有可能是被夺舍了。毕竟江彻和吴尘说的那些话，一个小小的道宫境修士可领悟不出来，但自己看不出来，天机境一定能可以。一念至此，他来到宗门后山，天机境就矗立在这境地之内，但此刻的天机境却与平常不太一样，丝丝怪异的力量从其中溢散出来。这种情况清月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可还没等他明白这是为什么，天机境忽然光芒绽放，将他包裹，一股是他，但似乎又不是他的记忆涌入脑海。记忆里他正带着一众宗门弟子赶往百断山，而此刻百断山内，林雨以及数十位修士被囚禁在妖族地牢下，而江彻却被单独囚禁在一个牢笼。在他们视角里，妖族恭敬地将许多真修送往这里，女修一个一个的被丢了出来，被困住的修士愤怒地咆哮，但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，江彻却手脚被铁链牢牢捆住，根本没有一点意识。而林雨的妖身正在逐个吞噬昏迷的女修。画面一转，此时被困弟子都已经被清月救出。执法堂内，面对众人的指认，江彻百口莫辩。若思维满眼失望，吴尘冷着脸一言不发。众多弟子们用如同看垃圾的眼神望着江彻，未来的清月更是替江彻直接认下罪责。记忆至此逐渐停止涌入，同时万里之外的一处无人之地，系统看着消耗殆尽的天命值摇了摇头，可惜了，没能坚持到林雨真正露出獠牙的时候。而待在原地的清月久久难以回神，他想着未来的画面，又下意识地摸了摸心口的位置，很疼，像是被针扎了一般。不久后，清月的眼神又变得无比坚定，他一定要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。另一边，我继续悠然前进，还在路边救下了一位昏迷的少女，竟是那大周六公主。一个怪老头不由分说，把不知为何重伤的顾惜塞到我手上，然后就马上消失不见了。我错愕地看着地上的女子，心里暗骂这老头发什么疯，可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无奈只能低头看去，随后挥手打出一道灵力探查起了她的伤势。3息后，我骂骂咧咧地收回目光。这女子浑身经脉俱碎，神魂受损，如今已是强弩之末。但下一刻，我的脸色再度黑了一分。看这铠甲，居然是大周的将军，这老头是有病吧？这不是要整个安平村的百姓跟着一起走吗？随后，我朝着天空大喊：“老东西，快送点灵石草药来！”雨落，一堆灵石草药出现在地上。此刻时间耽误不得，我迅速地将灵石凝结成法阵为其疗伤。在稳定了他的生命迹象后，我走到草药旁开始炼丹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想让这姑娘痊愈基本上没办法，唯有通过强行提升她的境界，迫使功法自行运转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随后我缓缓抬手，2个丹炉在身边凝聚，几十种草药被包裹其中。不远处躲在暗中的老头见状瞪大了眼睛：3品通脉丹，4品补魂丹，这可是只有4品炼丹师才能炼制的。如此年纪4品丹师，这怎么可能？更别说还是同时炼制。可随着我撤去灵力，完美无瑕的丹药浮现而出，4品丹师的身份也是无疑了。下一刻，我将丹药给女子服下，又狠狠地踹了几脚，这才痛快地离开。随后我找到老者，眼神不善：“为何要将他送到安平村？他又是何种身份？”要知道，以老头化虚境巅峰的实力，治疗一个武者简简单单，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。我是妖，而他是人皇血脉，两者相碰必有一死。我皱起眉头，隐隐猜到了他是谁。说说具体情况。老者此时没有继续隐瞒，原来自从他察觉到大周要对千鸟门出手，便一直暗中观察，防止战斗余波威胁到安平村。可没想到千鸟门在面对大周镇压时，竟然会选择同归于尽，而每一代人皇对他龙族都没有什么好感，他怕人皇会质问他为何见死不救，这才在紧要关头将人皇之女救下。闻言，我的心绪缓和了下来，挥了挥手：“我已经离开很久了，
你再不将他送走，很快他就会醒来。老者点了点头，随后来到阵法前，扛起顾惜就飞向了北叶城。大周边境，北叶城，此刻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，似是对顾惜的缅怀，又似无形的羞愧。可小云却倏然破涕为笑，迅速地朝着北叶城外飞去。此刻城外一处石洞中，虚弱的顾惜紧张地看向四周。下一刻，洞穴外忽然传来一些动静，在顾惜惊惧的眼神中，小云突然冒了出来。他本以为脑海中忽然出现的声音是幻觉，可是看到公主真的在这里，眼泪簌簌地落下。看到来人是小云，顾惜紧张的神情也是得到了缓和。公主殿下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顾惜看着痊愈的身体回忆道：我记得千鸟门在自爆之时，一道身影忽然出现，替我缓解了疼痛，也让我的意识保持清醒。这位前辈不知道将我带到了何地。小云，去让人帮我查一下北叶郡的一个村子，里面居住着很特别的青年和老者。他知道前辈将他送到这里，本意是不愿意被打扰，但是救命之恩又怎能不报？还有那位青年实力肯定不弱，若是能为大周所用，这绝对是一大战力。小云点了点头，随后又疑惑地看向顾惜。可是公主，您还要去紫霄剑宗啊？如果要去寻找这两位，时间根本来不及。顾惜一愣，随后摇了摇头。若是可以找到那两位救命恩人，不去也无妨。以后总会有相见之日。随后两女来到了北叶城，转角处一个乞丐忽然拦住了他们。小姑娘，老夫为你算一卦，若是算得好，可否给老夫一顿饭钱？顾惜看着老乞丐可怜，于是丢下了1两银子。天机老人见状，从怀中掏出了3枚铜板，还请公主殿下抛掷铜板。听到对方称呼自己公主，顾惜神色一凝，难不成这老乞丐真是什么隐世高人？小云也是一脸错愕。整个北叶城除了城主府，没人知道公主的身份。顾惜抱着怀疑的态度，将3枚铜板扔在地上。天机老人将之前早已算好的说了出来：公主殿下有帝王之命。自从他推演出不只是江彻，其他人也可能回归之后，天机老人便在等待未来的改变。可是2个月过去，所有的事情都在有条不紊的发生。照这样下去，等他死的时候都不能看到所想看见的。如今顾惜身上沾染了些特殊气息，他自然要推波助澜。小云闻言怒声呵斥：放肆！你个臭乞丐，想死不成？这要是让那些皇子听去了，公主殿下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顾惜看向天机老人：老先生，我不知你是如何看出我身份的，但帝王之命可不能乱说。天机老人并未因小云的话而害怕。我说的帝王，并非凡间皇帝，也并非你父皇那般的伪皇，而是统御人族的人皇。天机老人的声音拨动了顾惜的心弦。大周之所以不被修士随意支配，甚至让紫霄剑宗这等宗门尊敬，不正是因为父皇乃是当代人皇？可如今这老乞丐竟然说父皇乃是伪皇，而他才是真正的人皇，这怎么可能？回过神来，顾惜还想要询问，却见老乞丐早已消失，唯有地上留下的几个字：拿着铜板，今晚做个好梦。小姐，您真的相信这老乞丐的话？看今夜的梦吧。顾惜朝着城主府而去，淡淡道：若是今夜的梦足够吸引他，那和诸位哥哥争上一番也未尝不可。回到房间，顾惜本想直接睡下，但此时天还未黑，再加上那老乞丐的话，此刻根本静不下心睡觉。辗转反侧之后，顾惜运转功法修炼。他修炼的功法名为太黄经，乃是皇室最为重要的功法。要知道，即使是9品武者，最多也就是能和灵台中期的修士相提并论。可修炼太黄经，除了寿元之外，却能和渡厄强者一较高低。而这还不是太黄经的极限，但功法强大，代价自然变高。历史上不知多少皇子殒命于太黄经，可今日修炼顾惜却发现自身的异常，体内的霸道真气似乎变得极为温和，感受到丹田中不断被压缩的真气，顾惜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适。就在他沉浸于修炼之中时，他并未发现怀中的3枚铜板正在散发着白色光芒，随后悄悄融入了他的身体中。白光消失的瞬间，顾惜的修炼也出现了异样，丹田之中的真气竟然开始暴动，要死！这是顾惜昏迷前唯一的想法。大周皇城皇宫，皇宫中顾龙城看向丞相秦笑：你说此次覆灭了千鸟门，北叶城那边会克扣多少资源？我想最低1成。秦笑思索片刻回答道。顾龙城轻笑：北叶城城主是个操练兵马的好手，我倒是希望他多拿一点。哎，这些资源放到我这里，也只能送入国库吃灰。大周国库共有3层，第1层存放了普通灵士钱粮之类，但从第2层开始便是真正的修炼资源，可送进去容易，拿出来就比较难了，需要耗费极大精力。秦笑听到陛下的话，疑惑道：你现在还不能开启第2层？这不应该啊！顾龙城闻言连连苦笑：玉玺残缺一角，并不完整，我怎么开启？要知道国库中可是有着武者长生的秘密，在万年前，武道是不弱于仙道的存在，曾一度压得众仙抬不起头。秦笑闻言皱了皱眉头，他也知道只有修炼太黄经的皇室弟子才能将残缺的那一角找到，可数千年来，不知多少皇子因为太黄经暴毙而亡。陛下，这太黄经真的有用吗？顾龙城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下一刻，玉玺忽然散发出淡淡的光芒，而出现这种情况唯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有修炼太黄经的皇室子弟接触到了传国玉玺的残缺一角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顾龙城迅即发出诏令：立刻让所有皇子7日之内回来。等等，还有6公主。他让希儿修炼太黄经，只是让他享受更多的大周气运庇佑余生。但若真的是希儿找到了传国玉玺残缺那部分，那他不介意让人族出现一位女帝。此时，一旁的秦笑不安地看向顾龙城：陛下，
您可还记得那一条祖训？顾荣成毫不在意，传位就传位，朕又不是贪权之人。大周有一条祖训，若是将来某一日残片被皇室子弟找回，当代人皇必须无条件禅让。而此刻在北邺城的顾惜做了一场梦，梦里他一睹林雨在万花楼大展风采，又目睹了他在无涯书院七步成诗，写出了那横渠4句，获得儒道圣人认可。在梦里他同样摆脱了齐国婚约，本打算游历天下的他，却在林雨的帮助下一步步登上了皇位。在梦里他得到天机老人的指引，找到了传国玉玺残缺的那部分，重现了武道盛世，将大周打造成了万古圣朝。可大周强盛却引来了妖族忌惮，无数妖族践踏百姓，他率领人族修士与妖族大战，可外患爆发的同时，邪修又掀起了风浪。以江彻为首的邪修屠灭了一座座城池，一时间人人自危。最后他请仙门镇压，江彻被逼无奈之下逃往了魔族。本以为江彻到此结束，可谁知不久之后，他又竟率领100万魔族大军重来。他梦到了许多江彻令人发指的事情，直到看见那一幕：一人一妖一魔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对话。魔问玩弄众生的感觉如何？人和妖对视一眼，站到了一起。仙风道骨的人族修士轻笑开口：你死了，便无人再挡我成仙的步伐。魔冷冷一笑：杀我，你没那个实力。雨落3道震碎一切的力量碰撞，将整个世界笼罩。顾惜还想看下去，却难以抵挡这恐怖的威压，意识逐渐沉沦，直至退出梦境。顾惜扭头看向四周，却发现床榻周围站着许多人，有父皇，有3个燕王，北邺城城主陈叔叔，甚至还有很多仙门子弟。顾荣成见到顾惜醒来，满眼兴奋：怎么样？身体哪里不舒服？需不需要我请丹宗的弟子来给你看看？顾惜闻言哭笑不得：我就是睡了一觉而已，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。见他没事，顾荣成也是舒了口气：哪里是睡了一觉，你可是足足昏迷了1月有余，要不然我们怎么都会在这里？顾惜闻言愣了一下，有这么久吗？在他的感觉中就是做了个梦而已啊。顾荣成平退了屋内的所有人道：希儿，是不是有人暗算你，害得你陷入昏迷？顾惜摇了摇头：只是修炼出了点岔子，一向暴躁的霸道真气忽然温和了下来，我就没有镇压，任由他朝着丹田汇聚。没想到他突然反扑，这才导致我昏迷。顾荣成闻言大惊失色：希儿，你修炼前接触过什么吗？顾惜思索一番后缓缓开口：灭了千鸟蛮后，我身受重伤，被2位隐士大能所救，后来又遇到了一位老乞丐。顾荣成闻言没有多大的反应，他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了救命恩人的事情。至于那位老乞丐，在顾惜昏迷的时候，小云也与他讲过了，而他也在第一时间亲自前去寻找这几人。但这里面居然有一个是龙族，大周和龙族素来就是敌人，但这蛟龙救下了希儿，还有这满身的功德，也就当作不知道他是妖了。救你的应该是一只蛟龙，而那位老乞丐我却没有寻到。听到是蛟龙，顾惜惊喜交加，他不确定救他的是不是梦中的那头蛟龙。在梦中，玉玺残片就在一头蛟龙的陨落之地，在被他得到之后，大周便开启了武道盛世。父皇，他们此刻在哪儿？他现在只想确认这件事情。顾荣成轻轻点头：他们2个都被请到了城主府，你若是想见，随时都可以。城主府后院中，我指着面前的老头骂道：我就说吧，别救别救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害苦我了。就算救人，你护住他的神识就好了，干嘛还让他意志清醒？我怎么都没想到，顾惜当日并没有完全昏迷。若是早知今日，我宁愿不救。敖顺扯了扯嘴角，全当没听见。这确实是他的问题，但也怪不得他。顾惜当时已经命悬一线了，他也不敢压制对方求生的意志，而且这也没什么，现在只是被请来而已，并没有限制他们的自由，就是想等公主醒来后亲自道谢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在这里有吃有喝，自在又痛快，你干嘛这么想离开呢？我见状没给他好脸色：你懂什么？一个散修擅长炼丹，一个大妖浑身功德，就顾惜这傻乎乎的性格，绝对会强制我们去大周，我哪有心情陪他玩？敖顺不明所以：这不是挺好吗？在大周当官，享受大周气运。你知道个什么？在他手底下做事，又苦又累，狗都不干。那顾惜是个好女帝，可好皇帝也就代表着累啊，而且以后林雨肯定还会参与进来。门外顾荣成神情古怪地看向女儿：希儿，你以前是不是认识他？这怨气没个10年8年可积攒不下来，而且希儿一直都挺好啊，这小子为何会这么说？此时顾惜走上前，悄悄地看向远处的少年，若是之前有人这么骂他，或许已经跳起来一巴掌拍过去了，但在梦中却有个人见他一次骂他一次，那个语气和面前的少年简直如出一辙。目光看去，顾惜一时间有些失神，轻声呢喃：魔头江彻。院内我忽然神色一凝，愕然地看向院子门口。我此刻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。魔头是前世人族对我的称呼，这一世我还没有入魔，他们又怎么会看出我的身份？公主殿下，您刚才说魔头江彻？顾惜闻言急忙摇头：你听错了，都怪那场梦。若不是昏迷之时，梦中每次江彻见到他都会骂他蠢货，而眼前的少年也叫江彻，他又怎么会认错了人？随后赶忙岔开话题，看向敖顺：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若非您，我已经在那场爆炸中陨落了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可真要说救，还是江彻这小子。
若非他及时炼制出极品通脉丹和补魂丹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此话一出，顾龙城愣住了，看向我的眼神逐渐火热起来。如此年纪，这等人才，就算是紫霄剑宗也找不出啊！若能为大周所用，就再也不用可怜兮兮的去求丹宗了。小兄弟，有没有兴趣来我大周做点事情？我看着敖顺暗骂一声，随后讪讪的开口：“陛下这就不用了，我志在四海，其他的着实没有兴趣。”小兄弟，谁说为大周做事就不可云游四海了？虽说我们比不上仙门，但还算有点底蕴。我可将日行100万里的龙云战船送你。有了这等宝物，你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？我眼见就要说不过，只能将目光转向顾惜，而他没读懂我的想法，但还是站了出来。父皇，丹药而已，不必如此在意。顾龙城见我是真的不愿，也没有强求。虽你不愿为我大周做事，但终究还是救了我的女儿。不妨说说，想要什么奖励？见到顾龙城不再坚持，我笑了笑，救助公主就当是积德行善了。敖顺，你有什么心愿，不妨和陛下说说。敖顺闻言愣住了，他救助顾惜的本意只是不愿被波及，没想到会有今天的局面。他在犹豫许久后看向了人皇，陛下可否允许老夫顺着江河走一趟？此话一出，院内的气氛顿时沉默了下来。走礁是化龙的一种方式，江河决堤，水漫万里，交过之地生灵涂炭。顾龙城自然不能答应，就在要拒绝的时候，顾惜却拦住了他。我同意。随后看向一脸不悦的顾龙城，连忙传音道：“那位前辈体内有传国玉玺丢失的一部分，所以咱们不仅要保护他渡劫，还要在成功后册封他，将他和大周气运牢牢绑在一起。”顾龙城闻言激动的微微颤抖，随后看向敖顺点了点头：“我同意，但是有几个条件。首先，你走礁之时，大周将士会跟着你，为你提供帮助的同时，保护大周百姓。其二，当你化龙成功时，须成为我大周的镇国真龙，庇佑大周，万世不衰。”敖顺闻言愣住了，他就没想到顾龙城会答应。与此同时，一段回忆涌入脑海。1000年前曾遇到过一次大水，他便顺着千山走礁逆流而上，可却在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，被一支恐怖的燃烧军团挡住去路。他们所过之处，山洪尽皆蒸发。当时他欲要凌空飞过，却被队伍最前方浑身散发着火焰的男人一个眼神逼退。区区蛟龙，见到我等为何不避？若有下次，定斩不着。要知道他当时就已是化虚境巅峰的存在，但却有一种感觉，如果不退，自己就会随着山洪一起蒸发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眼伤到了他的神魂，所以他才来到了安平村隐居。思绪拉回现在，敖顺激动的连连点头。这是举整个大周之力助他化龙，镇国真龙享受大周供奉，只要大周愈发强盛，那他成仙都不是问题。见事情已经敲定，顾惜走到了我的面前，与我出去走走。院外两人并肩而行，顾惜挑眉看向我：“江兄，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最多也就300载寿元，但是20年内，大周将会彻底崛起，可有兴趣陪我见一见人道昌盛？”我无奈的看着他：“公主，咱忽悠人也不是这么忽悠吧？20年统一诸国都不可能，我就不陪你玩了，告辞。”见我要离开，顾惜轻笑一声：“凡人族子民皆在人皇管辖范围，虽说你是修士，但只要不到生死境，我便能找到你。你确定要离开？”我脚步一顿，悠悠地看向顾惜，因为他所说不假。巅峰时期的人皇，别说生死境，只要还未成仙，只要还在大周的疆域，不管如何隐匿，都会被人皇找到。随着希望破灭，我无语地看向他：“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，这怎么还恩将仇报？”顾惜抿嘴轻笑：“大周欢迎你的加入。”大周，我虽同意加入大周，但我可不去皇都，需要什么丹药，联系我就成。说完，我便转身离开。另外一边，顾惜找到了顾龙城：“父皇，江彻答应加入大周了，但我的语气有些威胁，他很可能会跑路，所以最好今夜就将他带回皇宫。”顾龙城闻言一愣：“希儿，你糊涂啊！每一位丹师都可以说是毒师，你威胁他，咱们有无数种死法。”顾惜摇了摇头：“我觉得他不会是心思恶毒之人，而且是不是毒药，我看得清楚。”顾龙城见女儿执意如此，虽说有些无奈，但还是让敖顺把江彻打晕，连夜送回皇城。而敖顺得到这个命令后，先是迟疑，最后一咬牙溜进了我的房间。“对不起了，江小友，实在是陛下给的太多了。”次日，大周皇宫，我气急败坏地摸着后脑勺的大包：“敖顺，我一直拿你当忘年之交，可你居然敲晕老子！”敖顺心虚地移开视线：“这不能怪我，人皇有令，我哪敢不从？”我懒得听这家伙废话，直接把他赶了出去。事情至此已经明了，顾惜定是已经觉醒了前世的记忆，而他曾研究过我几百年，应该是看出了些什么，否则也不会这么着急把我带回黄斗。看着一层又一层的围墙，我沉默不语。实力啊实力，看来不修炼还真的不行啊。1年后，这期间大周似乎是忘记了我这个人，偶尔顾惜会来一趟说说天下大事，顺便请我炼些丹药。我也很满意这种生活，每天种种的做饭，平淡而又充实。江公子，今日吃些什么呀？
这天，顾惜推开大门，笑嘻嘻的走上前。我瞥了眼顾惜，无语道：“好歹也是公主，蹭饭还蹭上瘾了啊！”在这儿的1年里，她每隔10天半个月便会来一次。顾惜拍了拍长裙笑的谄媚：“谁让你做饭这么好吃的？”最主要的是，这饭不仅好吃，还可以稳固修为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但还是起身去了厨房。顾惜则是笑嘻嘻的站在院子里。江彻，你一个人做饭挺累的吧？我给你打下手啊！我黑着脸没有搭理他，这家伙偷吃还差不多。屋内我有条不紊地做着菜，屋外顾惜像只百灵鸟，叽叽喳喳个不停，不识见说的我心烦，就会赶忙闭嘴，像个乖宝宝似的。1个时辰后，大家酒足饭饱，顾惜在一旁幸福又满足地摸着肚子。江彻，你的手艺简直比御厨还要好。对了，我今天是有事情和你商量。我以为又是老事情，便直接问道：“这次需要什么丹药？”不是丹药的事情。顾惜神色多了几分严肃，随后神神秘秘地靠近了我。紫霄剑宗出事了，林雨在百段山被发现，似乎和妖族有所勾结。有没有兴趣与我一起去看看？此时白云峰内，若思微哭得梨花带雨。师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小师弟您还不了解吗？您不能将他送去执法堂啊！当初师兄被您送去执法堂时，他就对我们寒了心。够了，不是我非要送他去执法堂，而是他真的大逆不道。这次试炼除了林雨，其他队伍的路线都被我改了，可为什么原定路线上皆是伏兵？若思微闻言呆住了，他不敢相信师弟真的勾结妖族，但他还是咬了咬牙看向清月。师尊，求求您了，师弟肯定只是一时糊涂，不要带他去执法堂啊！看着苦苦求饶的若思微，清月恍惚间看到了江彻被诬陷时他那不依不饶的模样。为什么小彻被我带去执法堂时，你甚至都没有求情，而林雨入门才不过几年，他到底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？若思微抬眸凄然一笑，我惹麻烦时是师兄宠溺的帮我解决，我修炼上遇到问题也是师兄指导，慢慢的我喜欢上了师兄，可无论我怎么暗示，师兄都只是将我当作妹妹，当作亲人，对我没有任何想法。而师弟不同，师弟助我冷马，带我游山玩水，看遍繁华。如今师弟待我最好，我怎能不替他求情？清月微微失神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思微曾经喜欢过小彻，可现在似乎是又喜欢上了坑害小彻的林雨。晚了，我已经将林雨送去执法堂。不久后，执法堂内，清月看着林雨缓缓开口：“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”林雨苦笑一声：“既然是专门针对我布的局，那还有解释的必要吗？”他在紫霄剑宗最大的靠山便是清月，可如今他都开始为自己做局，那再怎么解释都没用了。念在师徒一场，给你2个选择。林雨，你是自裁，还是让我送你去魔窟？林雨淡然地看着清月：“师尊，我跟在您身边几年了，难道就没有半点师徒情谊吗？”他要为自己争取一丝生机，只要师尊对他还有半点感情。清月看着他的身影，最终还是不忍心。未来还没有发生，或许真的可以改变呢。小彻，你怎么看？而此刻一旁的我，只是当初离开宗门时，在系统那里兑换的一个替身人偶。人可以大度，但不能白痴。一旁的人偶说完便闭上了眼眸。清月闻言脸色有些难看，但还是望向了大殿前方。宗主，小雨毕竟是我的徒弟，我代替他受罚吧。看到这一幕，我便从人群里悄然退了出去。结束了。当清月愿意替林雨受罚时，这件事情便只能算是个误会。此时系统空间内，系统要被这一幕气炸了。这清月简直就是个白痴，杀了林雨的人生不好吗？这样就能大大延缓他祭炼天地的脚步。系统越想越气，随后以狠心消耗掉克扣的30万天命值，全部用来觉醒清月的前世记忆。此时执法堂的众弟子都已经退去，只留下宗门高层和林雨。清月看着眼前的众人，正要说话，可忽然一股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。师尊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，我恐怕已经死在了江彻手中。若不是你，我也无法完成祭炼天地生灵的壮举。清月冷着脸不顾身体的创伤，所以我的清白，还有小彻做的事情，都是你做的。林雨笑着点了点头。江彻的天赋很强，强到我怀疑他才是所谓的天命之子。若不是天道加持，我也不可能活着。哼，不过幸好有你们，是你们让他彻底绝望，是你们将他拯救苍生的想法打碎，也是你们为我换取了一线生机。看着奄奄一息的师尊，林雨缓缓地向前走了一步。我本不打算祭炼你们的，可奈何我距离吞噬天道还有一步之遥。说到这里，林雨没继续说下去了。他不喜欢解释，在他的心里永远不会轻视任何敌人。虽然现在所有的生灵都被他吞噬了，但万事皆有意外。清月死死地盯着眼前之人。我待你不薄，天下人也待你不薄，这亿万生灵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林雨控制着祭炼清月的灵力，同时轻笑出声。那江彻呢？他待你们不薄吧？数次救你们于危难之中，为了天下甘愿与众生为敌。可到头来呢，是你亲手一剑断绝了他的生机，而我只是将你们用在他身上的手段，
用在了你们的身上而已啊。清月愣住了，尚有意识的生灵也都愣住了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位身后是无尽黑暗的青年。原来他身后的黑暗才是光明吗？所以现在他们如此结果，都是自己曾经种下的因吗？所有人都沉默了，一旁的清月又哭又笑，如同疯子一样。那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，居然因为救世而被世人所灭，哈哈哈！原来小彻一直都不是什么叛徒，他的剑从来都只为身边的人出鞘啊！清月的视线逐渐模糊，想到小彻死时绝望而又平静的眼神，清月苦笑着放弃了挣扎，任由林雨将他祭炼。意识弥留之际，似是回到了从前。小彻，是师尊对不起你。若有来生，师尊一定会选择相信你。随后一滴血泪从眼角滑落，清月缓缓睁开了眼，自己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随后抬眸看见面前站着许多熟悉的身影，苍鹤、子阳、太上长老。看着这些面孔，清月又倏然地低下了头。人死后果然会来到归墟之地吗？一想到是自己害得大家陨落，他根本不敢面对众人。看着发呆的清月，林雨缓缓走上前去。师尊，我先扶您回去吧。林雨，清月忽然回过了神，随即怒火涌上心头，一个闪身出现在他的身前。就在庞大的威压即将砸下时，苍鹤抬手将林雨的身形拉了过来。清月，你发什么疯？在执法堂时还要替林雨受刑，现在居然又动了杀心。外面可是还有不少外宗修士，这是嫌笑话不够多。清月没有说话，只是低头看向手心，是灵力的波动。死人也能调动灵力吗？忽然又一串记忆涌入脑海，清月先是一愣，随后眼中闪过惊喜，这才意识到刚刚发生的一切只是前世的记忆。于是看着被苍鹤护在身后的人影道：林月，我不能让你活着了。现在的他不过林海境，只要能将他杀了，记忆里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就在清月话音落下时，宗门紫霄剑便从禁地飞出落到了他的手中。众长老见状神色复杂，如此就说明紫霄神剑认可了他此时的所作所为。可想到清月是准备对宗门弟子下手，又都纷纷拦在了他的面前。清月，紫霄剑是用来杀敌的，林雨便是最大的敌。一想到千年后小彻为了众生奔波却落得那种下场，清月眼中的杀意愈发浓烈。在众人身后的林雨知道，现在的师尊是真的想要杀他，可是为什么？明明在执法堂时师尊还愿意替他受罚，众人也是不知所措。虽然清月和他们都在同一个境界，可他手里有紫霄神剑啊，若是借此催动紫霄神雷，他们联手也未必接得住。杀他，总得给个理由。清月没有说话，只是一味的释放杀意，提剑向林雨走去。众长老无奈只能准备出手。你们真要等我杀他？雨落一股强烈的杀意席卷而出，此时众长老见大殿外的弟子都被这一股杀意赶走，而清月又是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，于是纷纷收起了力量。罢了，林海境而已，没了就没了，没必要拼得你死我活，只要事后他们出手镇压消息，保住清月的声誉就好了。随后众人默契地让开了路，苍鹤更是将林雨当作同等境界的修士对待，直接出手封锁住了空间。你要杀我？林雨眼神痛苦地看着师尊，可清月却只看到他虚伪面具下的嘲弄，似乎在说他只是一个蠢货。师尊，是您将我带上了修炼之路，是您让我从一介凡人成长到如今地步，如果没有您，我现在已经……可话才说到一半，林雨便感觉脖子上突然传来一阵凉意，随即天地倾倒。他到死都想不通师尊为何会突然杀他。小彻，哼，师尊为你报仇了，未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雨水缓缓地打在他的身上，他也缓缓地提着东西远去。片刻后，宗门的一处角落里，若思薇楚楚可怜地看着我留在宗门的替身人偶。师兄，小师弟，他会不会出事啊？人偶瞥了一眼若思薇，这谁知道？反正我没事。师兄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师尊可是要杀小师弟啊！人偶没有理会他。你若是担心，不妨自己走进去看看。哼，来这质问我，是显得你们师姐弟情深吗？生死境的清月当时是暴走的状态，别说人偶这个道宫境修士，就算生死境之上的化虚境都难以靠近。这时宗门里一位亲传弟子看不下去了。江彻，若师妹无论如何也是在关心清月仙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嘲讽吗？小小的误会而已，竟然让你记恨这么长时间。没等他再多说一句，整个人便瞬间飞了出去。巨大的声响引起众人的注意，纷纷侧过头看去是谁下的手，但下一秒却都齐刷刷的不敢直视。小彻也是你配说的。清月眼神淡漠地瞥着那名亲传弟子方向，随后收回视线看向了我的替身人偶，冰冷的眼神瞬间变得柔和，甚至畏畏缩缩半跪在地上。小彻，我知道你能通过人偶感受到我的存在，你看啊，我给你带了个礼物。清月像是献宝一般将手中之物提起，这样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，你高兴吗？清月絮絮叨叨地说着，微微地祈求原谅，可人偶就像没听见一样。而此时若思薇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一巴掌抽向了自己的脸庞，在感受到疼痛后她呆住了，这居然是真的。师尊他真的跪在师兄面前，师尊他真的杀了小师弟，一时间眼泪如同决堤一般。小彻，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你依旧在保护我，保护整个天下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林雨也死了，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，我们好好的
可以吗？就像你小时候住在白云峰那样。清月伸手想触碰人偶的脸颊，触碰这个他伤害了千年的孩子。人偶后退半步看着清月，虽然我只是一具人偶，但看到你还是觉得恶心。他拥有我完整的记忆，虽然只是人偶，但是在此刻他仿佛也是有了感情一样。清月的脸色瞬间发白。你居然说我恶心，这是你的意思吧？小彻怎么会恶心我？我做了这么多错事，他都选择原谅我的。现在我杀了林雨，我回来了，我不再做错事了。小彻应该高兴才对啊。人偶闻言冷笑出声，哼，当你躺在林雨怀里的时候，他就失望了。是你们让他不愿再战斗，也是你们亲手扼杀了他。清月失神的摇了摇头，真的是他亲手断绝了小彻生还的可能吗？清月再次朝着人偶跪了下去，求求你，告诉我小彻的位置吧，我想要补偿他。人偶嗤笑一声，害了江彻不知道多少次，事到如今说补偿，你也配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小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林雨骗了，我真的不是有意伤害你。大雨依旧还在下着，可这并没有激起人偶任何同情。谁都可以不相信他，可独独你不该不相信他，甚至将他推向了众生的对立面。清月愣住了，因为人偶所说是事实。他疯狂地扇自己巴掌，似乎在赎罪，希望能得到小彻的原谅。此刻子阳想要将清月扶起，却被紫霄剑挡在了10步之外，于是只能看着即将消散的人偶道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小彻和清月多年师徒情谊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好好谈谈的。人偶闻言笑了笑，师伯，我知道你重情重义，也知道在你眼中宗门大过一切。你问问他，若是他敢告诉你他做了什么，我不仅将江彻的位置说出，甚至可以告诉你千商当年的埋葬之地。子阳闻言瞳孔一缩，你知道千商的消息？他当初极力培养江彻的原因，就是希望江彻可以接替他的宗主之位，他到时候就可以孑然一身的去寻找千商大哥。人偶点了点头，而一旁的清月却不敢说自己为什么下跪，更不敢提起千商的埋骨之地，那是他前世一生的屈辱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清月屈辱愤怒地盯着面前的人偶，人偶如同看垃圾一样看着清月。呵呵，看来你也觉得丢脸啊，在曾经的爱慕之人面前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人偶话还没说完便被清月打断，生死境的威压在这一刻释放而出，四周的建筑包括人偶瞬间消散，但下一刻清月却慌了。现在唯一可以找到小彻的人偶也消失了，他该怎么办？而此时系统空间内，天道化身看着增长的天命值没有丝毫高兴，反而愁眉苦脸。他没想到清月居然真的会杀林雨，要知道林雨是可以消耗吞噬点来复活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的一切都将不会按照前世的路线进行，林雨就会像藏在暗中的毒蛇，永远不知道将会从哪里发起进攻。宿主，林雨被清月杀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找到他，咱们要快点发现他新的身份，否则我们回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杀了！闻言我脚步一顿，眼中顿时多了几分戏谑，看来我是不能离开了。这场好戏越来越精彩了。得到未来记忆的清月，拥有系统和天命眷顾的林雨，着实有趣啊。而林雨虽然谋略超群，但这次他面对的是苏醒的众生。此时某处偏远之地，复活的林雨不可置信地看向紫霄剑宗方向，师尊是疯了吗？竟然会直接杀我？他很想质问师尊到底是为什么，可最终愤怒只是化作灵气消散。平复了一会心情后，林雨开始思考接下来怎么办。紫霄剑宗肯定是不能毁了，就算他换了副躯体，但清月也有可能发现他。林雨眼神里闪烁着怒火，就算是他师尊又如何？在他出手的瞬间，两人师徒的情谊便彻底斩断了。可是我该怎么报仇呢？而与此同时，紫霄剑宗若思薇从昏迷中醒来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着急忙慌地跑到了师弟的房间，但看到里面空无一人后，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般。师弟一定去历练了，对，师弟去历练了。可这种想法只是持续了一瞬，不远处的声音便将这种幻想彻底打破。清月边走边喃喃自语，似是在忏悔什么，而手中提着的人头正是他想见的人。若思薇跑过去，一把抱住林雨的头。你为什么要杀小师弟？为什么？他从来都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看着泣不成声的若思薇，清月的眸中竟然闪过一丝杀意，可看见他抱着的东西时，杀意又陡然消失。若思薇揉着怀里的头，喃喃自语：师尊疯了，师兄消失了，小师弟更是。话还没说完，便愣在了原地，看着手里缓缓消散的东西，若思薇顿时泪水决堤。就连念想，师尊你也不愿意留下吗？清月眼神没有落在他的身上，只是转过身慢慢走远。小彻，罪魁祸首已经伏诛，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真正的万古第一人。所以不管你怎么待我，我都不会再有任何怨言，只希望你能像曾经一样饶恕我犯下的错。我就算耗尽寿元，就算穷极一生，也要找到你，好好的弥补你。说罢，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。清月为了找到江彻，此生第一次开口求人：掌门师兄，你要帮帮我。子阳闻言愣住了，但片刻后又想明白清月所为何事，无非就是想借用他这个掌门的职位，调动更多天机境的权限来寻找江彻的踪迹。好，你随我来吧。
片刻后，天机镜前，清月缓缓地抬起手心，随后赤霄剑被唤了出来。他看着手中的长剑，同时一股记忆涌入了脑海。师尊，我要用这柄剑保护师尊，保护咱们白云峰的所有人。画面一转，黑衣少年浑身满是伤痕，生机几乎要消散殆尽。而在那群敌人最前方的，赫然就是少年的师尊。回过神来后，清月怔怔地看着手中长剑，如同拿着圣物一般。随后，一股浓厚的生命气息涌入赤霄剑之中，清月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一旁的子阳被这一幕吓住了。生死境大修是为了寻找一个小小道宫镜，不仅动用了天机镜，甚至还献出了500年寿元。而这天机镜不失所望地浮现出一幅画面，一个黑衣少年正悠闲地在小溪边散步。虽然看得很模糊，但清月还是认出来了，这是小彻。清月刚想伸手触摸画面上的少年，可下一秒画面便陡然消散。师兄，你照顾好宗门，我这就去将小彻带回来。子阳看着清月虚弱的模样，叹了一口气，也没有阻止。另一边无人之地内，我正悠闲地和系统聊天。宿主，你好无聊啊，不是睡觉就是散步，你也不怕被发现？我笑了笑，当得知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便知道自己已经藏不住了。系统看着我开心的样子，忍不住一愣。你就不恨他吗？如今他有着上一世的记忆，肯定对你充满了愧疚，所以你怎么对待他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我摇了摇头。前世的我恨师尊，恨世间所有人，恨师尊不分黑白，恨世人为什么不相信我，而是相信林雨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。可在恨的同时，我又深深地敬爱着师尊，爱着世间一切。在最后被师尊一剑抹除生机的时候，我竟然恨不起来了，似乎这一切也就那么回事。感受着我的情绪，系统沉默了。这不是不恨，而是心死了吧。与此同时，天穹之上，清月隔着云层静静地往下看，就像卑劣的偷窥者，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许久之后，他鼓起勇气落了下来。小彻，咱们可以坐下来聊聊吗？我看到清月出现，顿时愣住了，没想到居然来得这么快。随后没有理会，直接转身朝着屋子里走去。可清月直接拦在了我的面前，声音卑微又可怜：“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好吗？”他想和我解释上一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被林雨蒙蔽。我直勾勾地盯着清月。聊什么？聊你上一世利用感情将我骗去陷阱，还是聊你和林雨的那些事情？我说的很随意，可却让清月如坠冰窟。他知道解释已经无用，将我哄骗到必死的阵法是他，带着数不尽的修士追杀我的也是他。小彻，我想弥补你，不管是……可话还没说完，便被我直接打断。你我既无因果，也无交集，这弥补谈何说起呢？清月愣愣地看着我，没有交集，这是要将曾经的一切当作没有发生，所以这是原谅我了吗？清月破涕为笑，一定是这样，小彻一定是原谅我了，对，所有的一切都重新开始了。念及此，清月看向我，浅笑道：“以前没有因果，现在有了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很无聊吧？要不我搬来这里住，你也可以有交流的对象。”系统闻言瞪大了眼珠子，好卑鄙啊！这就打算将前世全都撇过去。江彻可以忘掉过去，忘掉那段不好的记忆，但清月有什么资格忘记？若不是清月他们这些帮凶，灭世大劫早就被江彻阻止了，何须重来？小彻，既然是咱们要做邻居了，我也去你屋子里坐坐吧，看看你是怎么装饰屋子的。我拦在他的身前，没有让他进去。清月也没有生气，在他眼里，小彻虽然还没有原谅他，但是能让他靠近，这就意味着还有可能。而且如今林雨已死，他有的是时间陪着小彻，1年不行就10年，10年不行1000年。他相信终有一天，小彻会被他感动的。我忽视他的存在，看向系统。林雨腰身怎么样了？按照时间点，如今他的腰身应该已经是道宫巅峰，并且即将开始对百姓的杀戮。不出所料，林雨很快就会往紫霄剑宗泼脏水。我想知道腰身的情况，再决定该怎么赶走清月。应该是在修炼吧，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在吞噬妖兽。系统说着的同时，随手查找了一下，但看到资料后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他吞噬了7个村庄，数万百姓死在了他手中。系统猛啊！为何这家伙竟然提前开始吞噬凡人了？按理来说，应该还有半年，妖身才开始真正对凡人感兴趣啊。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而我则是抿着唇，看来是不用自己赶人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周皇宫内，顾惜也已经怀疑到了天命之子，因为在他前世的记忆里，林雨就是个道貌岸然之辈，并且知道他替身不死，真身不灭，所以很有可能是想和污蔑江彻一样，诬陷紫霄剑宗。想到这里，顾惜一愣，再联想到清月前段时间的变故，难道和他做了一样的梦，甚至梦到的更多？否则他怎么会对江彻卑躬屈膝？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斩杀林雨？一念至此，顾惜下定决心，等下次见到清月仙尊，一定要试探试探。